你有听过慕尼黑事件吗？半个世纪前呢，奥运曾经发生了一场骇人听闻的恐怖攻击案，不止震惊了全球媒体哦，也让西亚地区陷入了动荡，在奥运历史上面可以说是最血腥的一页。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慕尼黑惨案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志奇。前阵子，法国向46个盟国发出了需求，他们需要其他的国家提供2000名以上的警力支援，来加强奥运的维安。在奥运的期间呢，法国将会部署超过4万名的警察和宪兵，再加上军人保全等等，每天都需要8万人以上的维安人力。8万人是什么样的概念？要知道，全台湾的警察加起来也才7万人左右而已，庞大的维安成本可见一斑。不过，要投注这么多的人力，不是没有原因的。52年前的慕尼黑奥运就曾经因为维安的疏忽导致死伤悲剧。今天呢，我们会来看看当年的慕尼黑奥运到底发生什么事，又如何改变了奥运的历史呢？不过在开始今天的讨论之前，先让我们进一段工商服务时间。想要随时随地透过大荧幕打游戏、看电影，那就带上 Viture One XR 实境眼镜吧。这款实境眼镜呢，提供 iOS、Android 系统手机 XR 体验。XR 技术呢，可以追踪头部的移动，支援播放 3D、VR 的影片，还有 App， 还有多萤幕视窗功能。戴上后呢，就能够独享120寸的虚拟投影萤幕，让你在公共空间也能够尽情的追剧、滑手机，即时办公也 OK。还有 3D OF 的悬浮功能为你固定画面，就算在车上看影片也不容易头晕。眼镜自带中小型扬声器，还和 Harman 独家合作打造环绕立体声效，升级追剧时的听觉体验。另外还有 Mac 桌面扩展模式，透过 Mac OS 的专属软体，让画面左右延展，及时放大缩小，让你办公起来更有效率哦。现在上嘖嘖预购，享限量69折的优惠，马上点击资讯的链接，了解更多的资讯吧。1966年，西德慕尼黑打败了底特律、马德里和蒙特娄，成为了第20届奥运的主办城市。上一次德国拿到奥运主办权已经要追溯到1936年的柏林奥运了，只不过那一届奥运充满了争议。柏林奥运呢，还是由纳粹政府主办。开幕之前呢，纳粹不只通过了排犹和反同法案，还进军了德法边界的军事缓冲区，引起了很多国家的不满，扬言抵制参赛。而整届的奥运呢，更被希特勒拿来当作政治宣传工具，对外呈现和平的假象，对内呢，则是强化雅利安人优势论，宣扬自己的种族最优秀。后来呢，国际奥委会也承认当年给纳粹奥运的主办权是一个错误。而在二战结束之后，拿到主办权的慕尼黑很想要摆脱纳粹时期负面的形象，因此他们决定用开朗的竞技为主题，向国际展示一个自由、爱好、和平的德国。那为了营造更开放的氛围他们也大幅的降低了安检等级，不管是比赛场地或是选手村都没有围墙，只有简易的栅栏而已。甚至为了让各地的宾客不要感到紧张，大部分的警察都没有佩戴枪支。这样的做法一开始其实没有什么问题，只不过当奥运进行到第2周时，却发生了一起难以挽回的悲剧。1972年9月5日早上的凌晨4点，有人在路上看到有8个人翻过了围栏，进入了奥运选手村。不过呢，因为奥运期间很多选手都会彻夜狂欢，所以这样子的状况其实见怪不怪。但是这一次却不太一样，这8位翻墙的人呢，是带着枪械的恐怖分子，他们乔装成运动员，在没有任何阻扰的情况之下进入了选手村，准备冲进以色列代表团的宿舍。以色列的一位角力教练发现门外有异状，马上阻挡大门，想要阻止这个歹徒的冲入，但被歹徒当场击毙。而另外一位前来阻止的运动员也不幸惨遭了杀害。很快的，恐怖分子就控制了整间宿舍，绑架了9名运动员。而这几名歹徒的目标非常明确，他们要跟以色列政府谈判。主导这次恐怖攻击的幕后黑手呢，叫做黑色9月，是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当中比较激进的分支。他们常透过恐怖攻击来对抗以色列。在挟持人质之后呢，一名恐怖分子跑到了宿舍2楼，用德语大声说出他们的条件。他们要求以色列政府释放国内关押的200多位巴勒斯坦囚犯，如果不这么做的话呢，每1小时就会杀害1名人质。但是当时的以色列总理梅尔夫人在这个接到消息之后，否决了黑色9月的要求。西德政府跟国际奥委会呢，则跟恐怖分子提议，只要他们愿意释放所有的人质，就能够安全的离开西德。但这个方案也被黑色9月拒绝了，导致谈判陷入了僵局。
一直到了9月5日晚上，经过了漫长的沟通，恐怖分子才终于同意他们不会杀害人质，但是他们要带走人质，搭飞机前往埃及开罗，再进行后续的人质谈判。当天晚上10点呢，恐怖分子跟人质搭乘了西德警方派出了2架直升机，飞往附近的空军基地，准备转搭波音727离开德国。那虽然说西德表面上面答应了黑色9月的要求，但实际上面西德可没有打算把这些人放走。首先，准备给恐怖分子的波音727呢，其实根本没有添加燃油，要飞也飞不了。而机上的空服人员呢，也是警方假扮的，机场周边呢更是部署了狙击手来随时准备待命。而西德政府呢，打算透过突袭的方式将恐怖分子一网打尽，只不过呢，他们的计划却发生了一连串的失误。举例来说，西德错估了恐怖分子的人数，以为恐怖分子只有5名成员，所以只部署了5名狙击手，而且这些狙击手也不是专业的，都没有受过反恐的训练。更不用说，在行动执行之前，他们也没有讨论好要怎么样区分恐怖分子跟人质。最离谱的是呢，原本这个假扮成空服员的警察们，因为担心身份被识破，竟然在没有告知上级的情况之下，自行放弃任务，导致恐怖分子一上飞机，马上察觉不对劲，发现自己被骗了，决定跑回直升机。狙击手呢，眼看着恐怖分子再度逃跑，马上开枪，接着一场激烈的枪战就此展开。经过了几个小时的枪战呢，8位恐怖分子当中5位当场死亡，3位被逮捕。遗憾的是，有1位德国警察殉职，而9位以色列人质更在混乱当中全数身亡。警方甚至无法判定是恐怖分子杀的，还是警方枪战当中误杀的。整起救援行动可以说是完全失败了。由于恐攻发生在奥运期间呢，据说当时全球呢有9亿人透过转播看到了这场慕尼黑惨案。而在悲剧发生之后呢，以色列代表团考量到安全问题，决定提前返国，主办单位也暂停了隔天的比赛，延后闭幕仪式。而后来国际社会呢，也因为慕尼黑事件陷入了更严重的冲突。就在慕尼黑惨案发生了几天之后，以色列就展开了报复行动，攻击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位于叙利亚和黎巴嫩境内的基地。而巴解组织呢，则是挟持了德国汉莎航空的班机，要求西德政府释放慕尼黑事件里面被逮捕的3位黑色9月成员。后来，以色列为了永绝后患，由他们的情报局摩萨德执行了天谴行动，追杀黑色9月以及策划慕尼黑惨案的相关成员。历时了9年的全球追捕最终呢，以色列除掉了11人名单当中的10人，重挫了黑色9月。慕尼黑惨案造成的另外一个影响呢，就是奥运的维安大升级。在惨案发生的4年之后，加拿大蒙特娄接手举办下一届奥运。那为了避免悲剧再度的发生，他们投入的维安费用高达了上一届的50倍以上。而接下来呢，每一届的主办国在维安方面都是花钱不手软，平均都突破1亿美金。而这笔费用呢，也确实阻止了更多的悲剧发生。像是1996年的亚特兰大奥运，基督教恐怖组织在活动场地偷偷放置了炸弹，但是在爆炸之前被保安人员及时的发现，避免了大规模死伤。很多人都认为这代表奥运投入的大量维安资源没有白费。而9·11事件之后，奥运的维安费用更是突破天际。像是2012年伦敦奥运维安的经费呢就高达260亿台币左右。英国政府部署了上万名的警察跟军人，伦敦还有泰晤士河呢都有战机跟战舰在护卫。当时很多的市民还抱怨奥运把伦敦变成了一个大型军营。而今年巴黎奥运呢，法国也已经编列了破100亿台币的维安费用。那除了加强警备之外呢，这次还设立了大量的管制区，不管是当地的民众、上班族还是游客，都要使用政府核可的 QR code 才能够进入塞纳河沿岸、埃菲尔铁塔等等区域。那虽然造成了许多市民的抱怨但巴黎市政府只希望这次奥运可以平安落幕。我们在写这题的时候呢，觉得恐攻之外，奥运跟国际政治的关系也很值得讨论。很多人会期待政治归政治，运动归运动，但确实现代奥运举办的一大目的就是希望各国暂时的放下纷争跟仇恨，用运动来促进友谊。像是今年的奥运呢，以色列跟巴勒斯坦都有参加，双方也承诺不会把冲突带到赛场上面。从这个角度来看呢，奥运确实让世界变得更和平了一点。不过回顾过去几百年历史奥运要跟政治划清界限其实是很困难的。像是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以美国为首的阵营就联合抵制了隔年举办的莫斯科奥运。4年之后呢，苏联为了报复，也联合共产阵营抵制了洛杉矶奥运，进一步加大了美苏双方的对立情绪。而这一次的巴黎奥运呢，乌克兰也提出过抗议，认为国际奥委会不该让俄罗斯选手参赛。从这些事情呢，就可以看到，很多情况之下，奥运呢还是会成为国际政治博弈的战场。或许我们应该反过来想，奥运还能够怎么做，可以让不同的政治势力、政治立场在这里得到和解？这个问题我们暂时没有答案，就留给大家一起思考了。
好的，那今天就到这边哦。关于奥运，大家还希望知道哪些相关的故事呢？奥运冷知识哦，五环旗火炬接力是怎么出现的？比奥运的这个经济效应，主办国真的能够靠奥运赚钱吗？至于奥运赛场上面的经典事件，及其他留言分享你的想法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了解慕尼黑事件的历史。此外呢，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台湾的体育改革以及体育班存废的争议。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